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很多人视力下降，眼睛干涩发红，这可能和肝不好有关。所以想要眼睛好，首先要养肝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中药。第一种决明子，决明子是常见的中药材，有很好的降肝火、润肠通便的作用。决明子中含有大量氨基酸和维生素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很好的帮助养肝护肝，保护眼睛。也可以呢将金银花和决明子放到一起泡水，这样养肝明目的效果会更好。第二种枸杞，枸杞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枸杞呢也是一种中药材，枸杞中含有枸杞多糖和维生素，有很好的清肝明目、提高免疫力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对于经常面对电脑的上班族，就可以经常的喝点枸杞水，对眼睛有好处。如果不想肝脏受损，还要记住不能熬夜，坚持锻炼身体，这样呢更好的养护肝脏健康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糖值高于正常范围，那么就是高血糖了。血糖高对身体有很大危害。那怎么能知道血糖高不高呢？可以看看饭后的3个表现，若没有出现，说明血糖还算平稳。表现1：饭后口渴。血糖高的人体内渗透压会增高，这时身体缺水，就会感觉到口渴。若你饭后感觉非常口渴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。表现2：饭后容易困。如果你吃完饭后感觉很困，并且全身没劲儿，不想动，这也是血糖高的表现。表现3：饭后还容易饿。因为血糖过高会让血糖没有被充分吸收和利用，这样呢就会让饿的速度很快。所以呢，如果吃完饭你还感觉饿，也可能是血糖高了。那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？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豆薏米芡实茶，能帮助调节血糖，健脾利湿，很适合调理身体。对于一个吃货但血糖又高的人来说呀，最痛苦的应该就是看见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近在眼前却不能吃。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甜食，少吃含淀粉多的食物，还有呢太油腻的食物，还有下面的这2种蔬菜，喜欢吃的人要注意了。第一个要少吃菱角，菱角中含有淀粉和钾元素，很容易呢转化成葡萄糖，刺激血糖升高，所以血糖高的朋友要尽量少吃哦，不然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第二个要少吃莲藕，莲藕呢也含有大量的淀粉，而且莲藕含有的水分也比较少，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，也对身体健康不利哦。所以血糖高的人要少吃菱角和莲藕，你们记住了吗？血糖高的这种现象可以说越来越普遍了，那最大的根源还是在吃上。那血糖高的人嘴再馋，3种食物最好拒之门外，这样血糖可能会乖乖听话哦。第一种含酒精的食物，这类食物容易刺激和损伤身体器官，如果血糖高的人碰了这类食物，容易导致胰岛功能下降，不利于血糖稳定，所以应该远离。第二种高脂肪食物，经常吃高脂肪食物容易引起身体肥胖，而肥胖又是各种健康问题的罪魁祸首，若是血糖高的人经常吃这类食物，也会使血糖不稳定。第3种高糖食物，大家都知道血糖高要少吃含糖高的食物，因为这类食物吃多了会让血糖明显升高，使血糖波动比较大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也要拒之门外才行哦。家里好像没有水果了，下班去买点，买什么好呢？荔枝、哈密瓜、葡萄，这些水果可都含有很多糖分的，正常情况下吃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少吃哦。木子，那血糖高还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啊？看这里，还有2种食物尽量不要碰。红枣，新鲜的红枣呢含糖量在35%左右，而干枣含糖量则在60%左右，所以红枣可以说是升糖大户了，最好呢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要吃。糯米的含糖量可是比米饭还要高呢，所以血糖高的朋友糯米也要远离哦。
那你们记住了吗？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不要再贪嘴了。高在中老年人中是很常见的，经常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胸闷、睡眠不好等症状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血压高了要吃降压药。不过除了降压药，大家还可以做一个动作，每天配合着用，有助血压稳定。大家呀可以敲打悬中穴，悬中穴在小腿外侧，外踝尖上3寸，4横指宽，腓骨前缘的位置。悬中穴属足上阳胆经，具有疏通经络、行气活血的功效。按摩时，大家呀可以手握成拳，然后敲打这里，每次敲打100到200下，感觉酸痛为宜。这样敲打悬中穴能够帮助促进血液循环，减低血管压力，对平稳血压有帮助。那血压高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做一做。现在呀，吃的种类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呢，对于血压高的人来说，如果吃不对，就会影响身体健康。那下面的这3种食物，希望你尽量少碰。第一种，浓茶。没事的时候喝一些茶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呢，血压高的人最好不要喝浓茶。浓茶中含有大量茶碱，容易引起大脑兴奋，不仅会使人失眠，还会导致血压升高。第二种，高盐食物。高盐食物可以说是升压王了。经常吃容易刺激血管，导致血压升高。若不当回事，血压想降下来都难。第3种，高热量食物。摄入过多高热量食物会造成身体肥胖，也容易使血压升高，对健康不利，所以呢也要少吃才行。那血压高的人适合吃什么呢？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，或者喝一些菊花茶、荷叶茶，也能够帮助血压保持。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虽然呀大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，但是呢也逐渐的年轻化了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多多保养血管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就是踮脚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做踮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最好穿一双平底鞋，两脚分开，将脚后跟抬起来，用脚尖支撑身体，坚持5秒落下，然后再继续做。如果站不稳的，可以手扶墙，每次做3到5分钟，每天早中晚都做一次。大家呀，别小看了踮脚的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可以让小腿肌肉有规律的舒张和收缩，能深层的刺激血管，促进双腿的血液循环。那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能让血管更通畅，预防血液粘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是的，正常我们的血液浓度都是均匀的，但有些人啊会出现血液粘稠的情况，对健康不利。那么哪些人容易血液粘稠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。第一，不爱运动的人，长期缺乏运动会让血液循环变慢，血管内堆积脂肪就容易使血液变粘稠。第二，饮食太油腻，油腻的食物中含有很多脂肪和胆固醇，如果经常吃，也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。第三，喝水少，多喝水可以稀释血液，避免血液粘稠，而喝水太少就容易使血液粘稠度增加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那血液粘稠的人可以常吃2种食物，有助净化血液，疏通血管。苦瓜，苦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矿物质，能帮助调节血脂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助血管健康。洋葱，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 A， 是一种天然的血液稀释剂，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扩张血管。那除了这2种食物外，还可以多喝通血管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绿茶等等。这句话呀是这么说的：晚上11点不睡觉是不要脸，12点不睡觉是不要命啊！如果长期熬夜，再加上长期不运动，会使血液循环变差，这样啊很容易使血管粘稠堵塞。那有人问啦，怎么才能知道血管堵没堵呢？那下面教你怎么识别。晚上经常脚疼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，如果呀经常感觉脚部疼的难以入睡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若没有这种情况，血管还不算太堵。脚部水肿，如果脚部呢有水肿的情况，排除是肾脏的问题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了，而且还会伴有刺痛感哦。那上面这2种表现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可以对照看一下。如果都没有，血管相对还算健康。很多男人都喜欢锻炼身体，有的会选择去健身房，有的喜欢去跑步。
如果这些你都没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在每天睡前半小时坚持做30到50个俯卧撑，身体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哦。第一个，延缓衰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肌肉和器官也会衰老，而经常练俯卧撑可以强化肌肉，提高新陈代谢，滋养五脏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。那说到延缓衰老，还可以常喝点桂圆枸杞茶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第二个，增强体质。每天做俯卧撑能够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身体排毒，对增强体质、提高免疫力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三个，身材变好。俯卧撑能锻炼上半身的肌肉群，每天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后，会发现肌肉的线条更好了，让你的身材也变好了。得了，就爸爸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